一个泡菜厂的工人不小心掉进了泡菜缸，而工厂正巧被查封，他被泡了100年，却奇迹般的屁事儿没有。他还找到了自己的曾孙，看着妻子的照片，他很想念妻子，决定要去看一看她。小王带他来到妻子的墓地，老王一看，顿时傻眼，以前的风水宝地，如今却杂乱不堪，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挡住了阳光，不仅破坏了风水，还让妻子的墓地常年都在阴暗之中。老王质问曾孙为什么不来清理杂草，小王心里苦啊，他要清理父母的墓地，还要清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墓地，哪还有精力管祖宗啊？但这句话以前说可以，现在可不敢说。这时有工人来换广告，老王正在气头上，上去就是一拳，然后用命令的口吻让工人把广告牌给拆掉。工人以为他是个傻子，老王二话不说，再次抡起拳头，用当年他打老鼠的拳法把工人全都干翻。但很快他俩就被抓进了监狱，小王被连累丢了工作。回家之后，老王让曾孙出钱买下墓地的地契，然后把广告牌给砍掉。听到这里，本来就郁闷的小王憋不住了，他对曾爷爷一顿咆哮，说自己为了帮他赔偿工人的医药费，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，买墓地那可是要20万美金，把你卖了都没这么多钱。老王怒了，你这个不孝子孙，老子当年辉煌的时候你连蝌蚪都不是。祖孙俩大吵了一架，老王摔门而去。他决定了要用自己100年前在泡菜厂偷学的腌制技术创办一个泡菜帝国，可第一步就把他难住了，没钱买食材怎么办呢？这时他把眼神瞄向了垃圾桶，在垃圾桶里他翻到了一袋变质的黄瓜，一包过期的食盐，几个有不明液体的密封罐子，食材和工具都有了。接下来开始腌制，他把黄瓜放入罐子，倒进过期的盐，然后不盖盖子，让雨水和鸟屎把瓶子填满。很快老王牌100年古法手工腌黄瓜制作完成，他推着小车到街上摆摊售卖。第一批顾客来了，是2个小伙，他们上来就问你在添加防腐剂了吗？防腐剂？老王表示听不懂。眼镜男拿起一罐，就这么一闻，我的天，这味道酸中带臭，臭中带香，正宗，来一罐。老王就这样开张了。这种没有任何添加剂的纯天然100年古法手工腌黄瓜在网上火了，许多网红前来打卡，网友还亲切地叫他泡菜哥。老王赚到了第1桶金。趁媒体采访他时，他对着镜头骂自己的曾孙是个沙雕，小王的肺都要气炸了。这个曾爷爷呀，害他丢了工作，本来要投资他软件的人也撤了资，现在还有脸骂他。于是他转身就给市场监督局打电话举报。第2天市场部的人就来了，由于没有卫生许可证，老王不仅小摊被没收，最近赚的钱也被交了罚款。经过化验，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制作过程，差点恶心到吐。小王很得意，老王却很失落。正当他感到无助时，2个老顾客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找大学生来帮他批量生产泡菜，因为这泡菜确实很好吃，学生们只为了学分不用支付工钱，还可以提高卫生标准，扩大生产规模。老王眼前一亮，立刻开始行动。他选了一个女生当助理，助理很懂食品卫生安全，他们买了正儿八经的黄瓜，还让同学们戴手套，把食材处理得干干净净。最后老王用100年古法配方制作出了很多臭香的泡菜，在大学生的推广下，买泡菜的顾客越来越多。这下老王是真的赚到了钱，他第一时间就去买下妻子墓地的地皮，光明正大的砍掉广告牌，妻子终于是又能见到阳光了。接下来他要去创建属于他的泡菜帝国。